王韵玲和冯程朗呢，串场的过程当中确实过于悠闲，然后语言的质量稍微也是弱了一点。对，而且这种语言表达就很大众化，有些词反复不停的在用，做一个大收尾，他俩要是放在第一趴或第二趴就好了，轻轻松松带大家逛展。对，没有那个结尾的那个厚度，对，和那种厚重。我说是不是从来没有感觉3分钟这么长过啊？实话说是的，已经把那种，已经是属于，已经到最后30秒，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哎呀，真的挺难的。说实话，就是一下子，就算2个人搭档，直播1个小时说下来，真的好难，好难，好难。辛苦了，师姐，你今天真的是辛苦了，跟着我们走了一路。我的脚已经站不动了，哎，我也站不住了，辛苦了。幸福。走吧，辛苦了，你也辛苦了。我有点愧疚，我本来以为时间是够的，我一直在跟你说相信我，但是后来发现我其实不太可信。确实，我没有想到这个场馆布局这么复杂，这不是一个我看那么，我以为我走过挺多场馆的，这不是我走过几遍我就能记下来的场馆。你不要再复盘自己的问题了，好不好？我认了，所以了，不要再复盘自己的问题了。人还是不要对。你一直在自省，你一直自省很重要。有的人不自省，你是过分的自省。你知道，我特别怕你到时候越来越内耗，越来越焦虑，然后越来越否定自己。这个建议特别宝贵。对，放下完美主义。不可以这样子。啊，好，燃一下吧。不用燃，没放松吧？哎呀，庞真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 partner。哎呀，精彩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手有点难度了，第1名有点不太好评了。这个真的有点难，这个真的有点难，应该会有一些小的分歧了。今天有点难度，今天咱要不咱这样，陈明老，咱们换一个，咱们找出来最差的一组。找对点灯是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知道什么是错的。这样，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刚才看到的后2组的表现。那先上来的是雨佳和玉哥。说实话，这组有亮点。首先开场那机械舞，而且雨佳的整个给人的感觉戴着那墨镜，他那个感觉出入自如，其实这都是精彩的。但是还是在配合问题，就是他跟玉哥怎么来放这个问题。像他们这样2个特点的这种组合，权林老师如果站在这种专业主义视角，有没有更好的建议？他们1+1大于2了吗？没有。对，所以我觉得，但凡只要是1+1不大于2的配合，都是需要重新复盘的，对吧？对。首先呢，他们像是前面的配合不够好，所以各自摘了一个功能，说我负责体验，你负责采访。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对于观众来说很奇怪？就如果他不是切换演播室啊，就歘切回去。是。你们俩都在现场。为什么是一个负责体验，一个负责采访？没错，是的，我们平时在课堂上如果有外景报道的时候，确实有个基本原则，对，就是任何一句话，哪怕一个词，你只要这个词在直播间也可以无差别的表达的话，就一定不要在现场说，就因为车票很贵，就所有的把那么大的运力、那么多的团队运到现场去是巨大成本的啊。要珍惜这个成本，所以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心头现场身体的问号，就是你嘴巴里的语词。
刚才其实后半段我听着很着急，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内容高大上，脱离了群众太远，可能会掉人数。因为观众会生气啊，观众会说，我就想看那个机器人，我现在不要看你，给我看那个机器人。我不要上课，我不要上课，我不上网课，谁给我报的网课？那我很好奇，为什么玉哥会做这样一个选择？他觉得他深入思考了。玉哥一直想做那种有层次的东西，老感觉有深度的深度学理，对，结构丰富，对。我就觉得他们这种就想法和设计感，其实都是想着往怎么好了，花样多，然后各种层次上面去做，但是发现能力上又实现不了他们这些美好的想法。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商量不到一块儿的时候，最后的妥协就是我分一半，你分一半，咱俩各做各的。你别来把我的东西弄乱了，我也不把你的东西弄乱了，我们就暂时先拼成一个作品。是，我感觉也是，在他们设计上来讲是一半一半，有撕裂感，一劈而为二，但是还是可以进行下去。对对。但是这个宝哥和阿尔法从天而降这一发，用得好是骑兵，对，用得不好就是自损800。如果是偶遇的话，你先得问说你来参观，这个是为什么要来，对吧？你感兴趣哪些？对，你来的时候一路进这个这么拥挤的展厅，你有哪些困难？多好。然后你有没有找到一些技术，可以在帮助你这个实现这个现实困难？示范教学，3连问，真的，这就是真实的好奇，这就是彻底交给流动性。所以要么他们之前有一趴就放掉，我换15分钟。跟宝哥来互动，要么就我跟宝哥打个招呼，找一个点素材、速决，做一个小花头，也可以。他都想要，他想把宝哥引入到自己原有的路线当中。对，但原有的路线当中是他睁着明亮的双眼找到的，这个跟宝哥并不适配。对，这个太遗憾了。最后这一趴就是我们的琳琅满目组合，可爱小黄人，也是前45分钟让人眼前一亮。真的挺好的，我就已经恨不得就给他们投票了，就是从最后那一趴，就是那个超节点384超节点。如果有这个系统支持的话，你的速度可以快上50倍。384超节点那个地方开始，所有人期待都吊起来了。对，整个展会的最大亮点，也是4小时直播的最后一战，所有人寄予了高度期待。他如果讲清楚、讲透、深入浅出、生活结合。对，那就赢了。对，他其实讲述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还是勾起了大家好奇心。但因为我不太了解，但我看那些带教老师的反应，应该是出现了那种知识性的错误，对吧？对，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有难度啊，因为要解释一个那么专业的事情，对吧？但是你就是有现场报道的任务，可能你不能略过，那该怎么办呢？那该怎么办呢？哎，有什么办法？哎，这个。我觉得，就是他们无论如何还是在这个展台上有时间准备的，对吧？对，他们上午就过来了。是不是他们说啊，我没有办法接受采访，我不能参与直播？是有个新闻稿，但是他有讲解，对不对？有，上午有一位，对，有一位。然后你讲解完了之后，你自己最感兴趣的，然后你还是可以等他讲解休息的时候说，我复述一遍给你听，你觉得对吗？功课就还是之前有功课。就是你复述一遍嘛，就是你来保证，虽然没有专家接受你的采访，但是有专家挑你的错，你不是就没错了吗？哎，这是个好办法。你们平时有没有一些就是能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或者更加精准度啊、语言的质感呢的一些训练的方法？我们老师确实有讲过一些可以提升这种语言质感的方法。就像今天全林老师提到的，就是他什么当头一棒、会心一笑这种，让我想到我们老师说的话，就是多用这种数字的重复。当时他也跟我们讲到，就是像白岩松老师在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面，他就用了这个数字7来串联了很多的东西。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像一些比喻啊、排比这样子的去使用，也是一个技巧。然后他其实还说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用歇后语。对，用歇后语。比如说像在另外一个节目，哎呀，你就直接说暂时联合吧，你现在就只提过那一个节目。何俊云打了一波精彩操作，这时候解说就要说了，
哇，何炅，您刚才这波操作就像在铁上滴水，什么意思？秀的飞起。歇后语是这么用的，怎么样？有质感还是可以吗？你这语言非常有质感，有一种金属质感，有金属质感。这是好办法。还包括像朱广权老师，也是央视在新闻播报的时候，他喜欢用这种像押韵的那种押韵式的这种诗半打油诗的这种语体，也可以成为一种个人风格，这也很有趣的。我们回到刚才的现场吧。刚才韵玲是不是说我们去那个人特别多的展台？这个在我们日常的说话当中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是，没错。我是觉得小屏直播跟大屏非常的不一样。小屏直播的语言表述一定要接近受众，就是要特别接近。然后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可以更口语化一点和更互动化一点。反而显得不水。我举个例子，就我们要去那个人特别多的展台，对吧？是。我们接下来看哪个展台？我觉得这儿真的都挺精彩的，咱怎么选？咱这样吧，哪儿人多咱去哪儿。哎，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半文半白。就比如说，来，我们去那个水泄不通的展台，这个更可怕，好吗？明白。所以小屏直播更口语化一点和更互动化一点，因为就咱哪儿人多去哪儿，其实是一个对着屏前的观众说的嘛。是的，是的，对吧？就是我带展嘛，所以其实没有问题，这个反而显得不水。但是什么地方它是要真的准备过，要稍微准备一点，结尾词3分钟，对不对？他结尾给3分钟时间的时候，这一部分是不能特别水的。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语言质感上，张诗文是比较好的。他接那段场的时候，那个是言之有物又能打动人的。对，很短的几句话，但是马上就能感受明确的观点。对对对。我们之前在辩论队里面倒是有一个训练方法，就是怎么可以迅速使自己的观点明确，挤干语言水分。我们会叫它叫做30、20、15、8，4档，就是。你有一个观点放在心中，对不对？把手机拿在前面，倒计时30秒，对，然后要想，叮叮叮叮叮叮叮，要想，要给你一个语言压力，然后你就迅速30秒，等，我觉得这个观点因为所以什么，这什么原因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因此什么得证，30秒时间到，然后完了之后自己听一遍，之后马上倒计时20秒再来一遍，倒计时15秒再来一遍，最后8秒最后来一遍，要求就是语义不能有删改。这个过程当中就用这种倒计时响铃的方式倒逼你挤干语言中的所有水分。让你提升语言的表达效率，塑造精度。所以说，明哥你是有训练的，对吧？我们有很长时间的训练。哇！因为那明哥，你既然训练了那么多年，你能现在咱们现场就把咱们最后的那个结束语，你稍微给改一改，我这30秒，你就直接倒逼我30秒呢？倒逼你30秒，就是最后那3分钟呗。3分钟的收尾，我们从里面选30秒，对不对？对对对。我大致想一想啊，最后时刻，来。从腾讯到华为，我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问号：为什么是上海？我希望碰到一个答案。走过了4个小时的漫长旅程，我找到了至少几个答案。我找到了中国民营企业树立在这里的原因，我找到了为什么全世界人工智能的专家汇聚到这里的原因。因为这里有最广阔的统一市场，有最齐心协力的奋斗目标。我们所有的目的，只是为了我们即将奔赴和能够置身于的人类共同体，迎来一个更科幻、更 AI、更幸福的未来。这就是上海的原因，这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谢谢您全天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哇，30秒，就是随机的过程当中。陈明老师刚刚看我那一眼，我说招我什么都招，太棒，不，这谈不上棒，因为如果我有时间真的在现场走一走的话，会感受会好一点，我会抓更多现场的小细节融入在里面。Whatever 了，我们刚才已经感受了前面4组整个的过程，接下来也到了我们要做出自己职责的时候。这回有点难，这真猜不出来。4组当中，第1名2位，选出他们的名字，留下我们的 offer 奖章。如果猜对，点亮一个渴望灯牌。我们已经2战2胜。我觉得我选第一组。第一组，我也选第一组。林蔚和子泰。对，你还别说。我觉得他们没有犯什么具体的错误，没有硬伤嘛。第一，他们没超时，
第一个压力又大，但是它给我们的观感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我们要考虑一点，就是导师们会把这一票投给谁。但没关系，我觉得子琪还是觉得第一组，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第一组它是有道理。那我觉得第二组还是有可能的，你觉得呢？但是犯了错误，我现在就不知道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就是那件事情到底有多严重，我现在有点判断不了。我觉得全林老师得来给我们解答。全老师正在说第4组很有可能在导师那儿已经被排除掉了，因为最后其实我们猜导师嘛。对，我们刚刚就在想问，所以他那个错误在新闻直播里边是属于哪种级别的错误？我现在带入到导师的那个眼光里哈，导师其实不光在评节目，导师在选人，对不对？然后从选人的角度当中，出现了特别明确的新闻事实的错误的时候，其实导师是忌讳的。那我们这个问题其实确实挺严重。他这个 bug 比那个你控10分钟场，然后用聊天硬聊过去那个 bug 还要大。所以第4组可能也被排除了，那其实就是1、2了。第2组呢是这样，叫出彩的地方也出彩，有 bug 的地方是真有 bug。但是他们是不是刚才代教老师就是前面也说到，就是他们要回去再看一下具体这个交接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出现了这个问题？它是2个部分，就交接过程是互相找不到，是一个 bug， 但前面你过早的结束了是另一个 bug。其实相当于硬撑了15分钟，结果还没找着。哎呀，快说服我！我太纠结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投票时间，在刚才4组当中，我们认为第1组，也就是魏魏和子泰，他们会获得本次课题第1名的3、2、1，请举手。OK， 那把这一票投给第2组的3、2、1，请举手。唐真和诗文，好不好？接下来盖章时间。执政，你去，这个你们俩，我第5次盖过了，咱俩一起，一人一个，盖2张呢。干啥呀？你个选第1个呢？你干啥呀？你选的第1个，这儿是吗？对。来，3、2、1，好嘞！哎呀，好，赶紧看结果。来吧，看咱第3盏灯亮亮。对，下一段来。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我觉得我要先回工位，把东西整理一下。好。老师们在会议室里。劫后余生宝宝，起来抱一个。终于结束了，天哪，不容易。棒棒吧？你很棒。想哭。你们俩感觉怎么样？我感觉终于解放了。我不说了，姐在路上哄了我一路。你咋了？我又道心破碎了。哎呀，这回没哭哦。我现在一直在等待审判，我就等待等会儿一通狂风骤雨。哎，不会，就一瞬间，就转场的一会儿。你心态真好。那不然咋办？来不了，不然就不能再来一遍。他今天很棒哦，棒棒，我也夸夸你。你们要吃啥吗？有好多买了啊！谢谢老师。哇！晨老师送温暖。他这一问，我怎么给问饿了呢？我也是，我也有点。怎么没人问我呀？嗨，老师们好。吃点东西吧。怎么这么蔫呀？仗都打完了，开心点儿。我们在复盘，越复盘越 emo。哎呀，睡的。师姐，我们到了。大林子，走了，下车了。我脖子疼。